大家好，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正好是圣诞节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这颗兰花是我前几周新买的蔓越莓，花还在开着。今天突然发现它出现了大问题，你们看，它主要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叶子上有黄斑，看到了吗？一个个的黄色斑点，不止一个叶子上有。之前呢，我在这片叶子上发现一些黄斑，我把这个半个叶子剪掉了，看来是剪得不够彻底，它应该是病菌感染。那现在呢，这片叶子又有了黄斑，同样这片叶子也出现了黄斑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突然发现有一个叶子变黄了，这颗黄叶是这几天突然出现的，不像是正常的叶子代谢的情况，所以呢，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，果然它这儿出现了茎腐病的迹象，这底下有黑点，那需要及时的处理了。因为这是两颗兰花在一个盆里种植，我不希望我另外一颗健康的兰花受到传染，所以呢，我要把这两颗分别种植。现在就把它们脱盆。这是前几周刚刚种上去的，看来还是有烂根的情况。这颗呢还算好一点，一会儿我再处理这颗好的，先把这个有病斑的这颗处理一下。这颗烂根还是比较严重的，怪不得它的叶子这么软，原因是它吸不上水了。虽然换盆才没多久，但根却烂得这么严重。我觉得问题总结经验吧，我觉得不应该把两颗兰花种在一个大盆里，还是应该把兰花单独种植，种在稍微小一点的盆里。因为盆小，所以它植料就会干得快一些。现在呢，种在一个大盆，植料很多，它的植料外表看起来干了，但实际上中心还没有干透，没有看清楚的话，又浇水的话，那就造成这些根都烂掉了。这也是不断学习、不断总结经验的一个过程。通过这次呢，我也知道了以后不要把兰花种在大盆里，除非这颗兰花的根系非常的发达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叶子也掉了，给它摘下来。这个黑点要处理一下。这个烂根都要剪掉了，剪掉这个烂根。这个底下就剩这一节是好的了，中间都是烂的了，还是应该给剪掉的。烂的差不多了，这棵是我最近种的最失败的一棵，烂根烂的这么严重。这个地方也发黑了，还是给它剪掉吧。如果剪掉的话，就把黑的部分清理干净。
买回来的时候这些根就不是特别的健康。买回来的时候呢，它就是种在水苔里的，很多根都已经烂了，没有根尖，所以它不能继续生长。挑选兰花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买根非常健康的兰花，否则的话麻烦会很多。那这个叶子也是这个问题也比较大，我还是需要把这个变黄的地方给它剪掉，否则的话它还会继续扩散的。上回剪这个叶子的时候应该剪的多一些，也许就不会扩散到其他的叶子上。这个叶子呢，这边都是有黄斑的，这个地方也有，所以只剪这一小块可能不行，可能需要把整个这个叶子都要剪掉了。就这样剪吧。这边也一样，这一半有黄斑。把有黄斑的地方都给它剪下去，否则的话留下一点点它就会继续扩散。好，现在这颗兰花已经变得非常的惨了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下边呢，我就把这个黑的地方用刀给它剜一下，黑的部分给它去掉。如果叶子发黄，一定要及时检查蝴蝶兰茎部是否有黑斑。如果有黑斑，就像这样，要及时给它处理掉，否则越烂越大，整个茎部有可能都会烂掉，那样再挽救这颗兰花就非常的不容易了。目前这颗的黑斑还不是特别的大，还很容易处理，只是在表面的一层。现在这个黑斑就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，一会儿呢，我会给它喷3%的双氧水。叶子和根部和茎部所有的地方都喷到，给它消毒。然后呢，我会把这个根部晾干。那这2颗花杆呢，也会被剪掉，它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支撑这2个花杆了。好，过一阵呢，我会给大家更新我这颗抢救的兰花的状况。现在呢，又多了一颗抢救的兰花。大家在养蝴蝶兰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并不是说所有的兰花都会长得非常的健康，不会出任何的问题。那么有了问题以后呢，我们要尽量及时的发现问题，纠正问题，总结经验，以后兰花会养得越来越好的。刚刚在处理这颗好的兰花的时候，发现这一颗竟然也有茎腐病，而且比刚才那颗茎腐的还厉害，只不过它的叶子还没有发黄。看这里，已经被我掏了一个洞，这儿都是黑的，而且它黑的部位已经到了底下那层叶子上了。这个叶子的底下也都是黑的，要给它清理干净。看来我需要把这个叶子给它撕掉了，否则的话底下够不到。就把这个叶子给它撕掉。撕掉的时候就是从中间给它撕开。可以看到这儿都是黑的，这个地方黑的部分都应该清理干净。那下面那一层好像还可以，只是到了这一层，这个黑的就截止了。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这一颗的叶子，这几个叶子如果没有发现这个病变的话，
也都会变黄的。还有这个部位也是黑的。净腐病的产生呢，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埋植料的时候埋的有点深了。我当初买植料的时候是埋到这儿的，那浇水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地方一直是湿的状态。那如果有小伤口或者是有病菌，很容易这个地方就会溃烂。所以总结经验呢，就是把这个颈部的部位要露在植料的上面，一定要保证这个地方一直处于干燥的状态。好，现在我就会把这个地方都处理干净。好，这2颗蝴蝶兰目前已经晾了2天根了。那这一颗呢，根稍微多一点呢，又给它种到树皮的植料里了。希望它老的根上能继续长出新根。那这一颗呢，净腐的很厉害。看这个地方，我已经都用这个肉桂粉给它抹上了。肉桂粉的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个伤口尽快干掉。这一颗是剪叶子的那一颗，所有的伤口我也已经给它抹了肉桂粉，净腐的地方也抹了。那晾了2天根以后呢，发现几乎所有的根都干掉、软掉了，说明这些如果再种到植料里的话，还是会烂的。目前呢，就先让它们这样，因为如果都去掉的话，那就一条根也没有了。我打算呢，把它暂时种在水苔里，让水苔给它保湿，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就是一颗抢救状态中的兰花了。现在呢，就给它种到水苔里。那水苔呢，要松松的水苔，就这种已经泡好水的水苔，已经挤干了水分，就是松松的塞进去。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个水苔给它提供一点潮气，而不是太湿。它有一点潮气，能吸收一点点水分就好了。每次浇水的时候呢，就是用这个喷壶给它喷一喷，水苔干了以后喷一喷水，让它潮湿就可以。那这个伤口的地方，净腐的这个地方一定要露出来。好，放这些水苔就够了，不要塞得太紧，能让它固定住就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看看这2颗兰花最后能不能挽救回来。下面就来总结一下这次的经验教训。第一，买兰花的时候千万要买根部健康的蝴蝶兰，根部不健康千万不要买，否则的话会后患无穷。那我这颗兰花买的时候呢，就所有的根几乎都是断掉的。那这样的根呢，你种在植料里，它有可能还会接着烂的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根部不健康，千万不要种在大盆里。那么大盆它的吸水量多，有可能边上都干了，但是里面还没有干透，这样造成根部长时间的干燥不了，会接着烂根。那第三呢，兰花的茎部不要埋在植料里，这样呢得了净腐病很容易看不到。第四呢，叶片如果有病斑，要及时的剪掉，要剪干净，宁可要多剪一部分，否则的话，它的病斑传染性会很强的。第五呢，就是叶子如果发软的话，有可能是烂根的征兆，要及时的脱盆进行检查。暂时就总结这么多吧，我相信通过不断的总结经验，兰花会养得越来越好的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忙点赞，也欢迎大家的关注与订阅。再见。